朝堂上官宦弄权，乾坤颠倒，天怒人怨。江湖中官匪勾结，刀光剑影，杀机四溢。于是，一幕幕江湖恩怨便在风雨飘摇之中上演。大哥，你说这江湖上的流言可信吗？传言不可信，但老三的消息不会假。宋玉赶赴沙城，必定和藏宝有关。大哥，此时风景，我们贸然现身，是不是太过冒险了？连孙直都动了心思的买卖，这些值得吗？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要不是还差一个三鬼陆剑，我早就拿你们了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堂堂河间四鬼竟然为了隐藏身形，躲在这种地方，真是难为你们了。大哥，铁，错，在下复姓司马，字飞燕，承蒙江湖朋友看得起，赐号鬼见愁。鬼见愁，一个曾经威名远播的御赐神武，现在混的好像也不见得比我们好。你既已无官职，凭什么拿我们？朝堂之上有律法，江湖之中有规矩。我虽已不在朝堂，但是你们劫府银、杀徽商25口的案子还没有结案，今日我要拿你们归案。哼，拿不拿得住，好像也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我忘了告诉你们了，这里所有的窗户早就被我封死了。你们三个别急，天亮之前自然会有人放你们下来。谁？真正的鬼见愁，杨小楼。山东大名府的杨小楼？错，他现在的真实身份是督察院的新任捕快。我已经飞鸽传书，让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。而我呢，现在要赶去沙城，去找你们的三弟陆剑了。小伙，你以为到了沙城就能找到他吗？好啊，那我们就来打个赌。我不光要找到他，我还要查出他蛰伏于沙城的真实目的。吩咐下去，明早启程返京。公子，宝藏之事似乎已在江湖传开，近日已有不少江湖人士陆续赶往沙城。无妨，吩咐下去，所有人尽量隐藏身形，只需离开沙城境内，既无大碍。遵命。孙彪！孙彪！
小姐，咱们出了关，到一个见不到孙直的地方就松快了。是啊，你看这黄沙弥漫的塞北沙城，多有江湖气息啊！要想行走江湖，还得先从这儿走。这次我们来沙城，顺道还可以拜访一下老友。我们到前面去看看有没有客栈。这几个大活人，一夜之间消失无踪，你让我如何相信？近日里沙城时有江湖人出现，属下认为是江湖人所作为。江湖人？报！大人，城门外发现几具尸体。什么？叶子啊，咱们晚上就住这儿，明天进城。好嘞。嗨，有活的没？出来一个！叶子，别大呼小叫的，注意自己的身份。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们现在人在江湖，要懂得低调，做人要低调。我知道，小姐。有活的没？出来一个！喂，有人吗？喂！啊，客栈已经打烊，恕不待客。哎，伙计，你看这天色已晚，这荒郊野岭的，能否留宿一晚啊？啊，真的不行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打烊了。不要逼本归你，你是干什么你？不得无礼！一个姑娘家居然如此无礼！小二，不好意思。这天寒地冻的，我们就住一晚。虎子，带客官到2楼客房休息。多谢掌柜的。跟我来吧。2位的房间到了，多谢。小二，想问一下，平日里客栈都住些什么人？啊，都是些天南地北行走江湖之人。2位请休息。小姐，可是有何不妥之处？回房间说。叶子，这家客栈有点古怪。古怪？小姐，你看出什么了？这家客栈有很重的血腥味儿。啊？难道是家黑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窗棱上有血迹，楼下有破碎的桌椅。客栈里打架斗殴之事很是正常嘛。那柱子上的刀痕作何解释？不过看那血迹，应该有些日子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好在我们就住一晚，见机行事。无论是死是活，就是把沙城掘地3尺，要把人给我找到。是大人，快去。公子，父亲为何事如此大动肝火呀？听闻城下发现尸体，难道不是宋公子的人吗？好了，以后衙门里的事你就不要过问了。你明天不是要出城，到边境榷场去走一走吗？还是早点回屋休息去吧。是，父亲。怎么那么慢？菜怎么还没来？哎，伙计，马上来，马上来！赶紧把你们店里最好的酒给我拿上来。哎，好嘞，小姐，这些人的装束不是本地人。我们也不是本地人，别惹事。走吧。还有我们这边的。哎，好嘞，客官。您的酒，您的菜，啊，慢用。
这一大早的，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江湖人，贵州七星门的。七星门的，他们用的是七星剑，暗器的带儿上都镶嵌着七星。对，就是这里，他们肯定在里面呢。三爷呀，你老人家这是……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？敢打我牛三家的人？三爷，就是那几个人打的我。我还以为是什么英雄好汉，原来就是那几只乌龟王八。过瘾。叶子，他奶奶的，竟敢暗算你三爷！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哟，三爷，您这是？也不知是打哪儿来的货色，敢在我的地盘打我的兄弟！本捕奉命查案，来人，都给我带回衙门。是。放下。走，叶子，咱们走。走，快！站住！你们俩也得跟我走一趟。你凭什么抓我们呀？凭什么？沙城有命案发生，尔等均有嫌疑。好，我们跟你走，正好能见见故友。哼，故友。大人，后堂待客。是。总而言之，就是那大太监孙直给害的。我们在中原待不下去，不得不出关。评说，以前我听我爹总提起你，说你是个难得的清官，可是怎么会被发配到这边陲小镇呢？难道是得罪了什么人吗？飞燕，这清官难为啊。我懂。没想到到了这边城，倒也能过上一些清闲的日子。可实际上呢，也是不得安宁。评叔，何事扰心？不提也罢。来人，备酒菜。小姐，吴大人为何吞吞吐吐？明明希望你出手相助，却欲言又止。因为他知道我已不在官场，帮不了他。多说无益啊。小姐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是想帮他的，对不对？想帮和能不能帮是两回事。现在你我都自身难保了，能不连累他就已经是万幸了。这次来沙城，如果不是为了抓那个陆剑，我情愿不与他相见。谁？是我。不清。是我，飞花姐姐。来，进来说话。我现在改名叫司马飞燕，以后就叫我飞燕姐姐吧。司马飞燕。对了，我知道你不会撒谎，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。评叔他最近
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？哼，所有去京城的路段，都给我派人去堵。大人，死了那么多人，这事儿堵不了多久啊。那也得给我派人去堵。无论宋玉是生是死，飞燕，不清，父亲。不清，出去。是。评叔，虽然我已非官场之人，但为评叔分忧，理应是分内之事，您不该瞒我。飞燕，来，坐。飞燕啊，我呢，不想把你牵连其中。既然不清不懂事，今儿我把这事儿挑破了，也就算是天意了。孙直的外甥宋玉来边城办事，到访沙城，已经将其暂时安顿在郊外了。3日之前，在返回客栈途中神秘失踪。可是客栈的人说，宋玉当晚并没有回客栈。正是。宋玉此行是为何事前来？我与宋玉从前并不认识，这次也只当是公务接待，不方便过问。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呢？经过勘查，从县城返回客栈的途中，确有血迹和厮杀的痕迹，而且就在昨天，几具尸体在城外被人发现了。大人，你看，现场除了随行的尸体，还发现了身着宋玉服饰的无头尸体，而宋玉至今依然寻不见踪迹。无头尸体是宋玉，既无头颅，如何判定？我招待宋玉那几天，陪他吃了几顿饭。他行事豪放，常常撸起袖子，拿罐子喝酒。我清楚记得他的左手臂有块胎记，这胎记朱红而圆润，进而印象非常深刻。其他尸体现在何处？评叔，你能确定这是宋玉的人吗？确定，跟宋玉来的我都认识。这些人最大的官阶是6品，在我之上。可他们身上不光有刀伤，还有弩箭之伤，这一看就是江湖人士所为啊。徐捕头也曾怀疑是江湖人所为。评叔，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明白，想再问问您。何事啊？我发现最近有大批的江湖人士涌入沙城，他们来干什么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这些人来了以后，整日的滋事扰民，我得想办法把他们赶走。飞燕，这宋玉之案不解，我乌纱不保无妨，只怕连累了不清。我已打定主意，若有意外，我便将不清托付给你加以保护。既然你呢有出关的打算，不如就带着不清一块走吧。我不走，我们父子2条命，一颗心。不清，不是说怄气话的时候。父亲，我若这个时候离您而去，愧为人子，飞燕姐姐也会一辈子轻视我的。评叔，你们2人所言尚早，宋玉之死跟你们2人没有半点关系。就算孙直派人来查，
他们要抓的也是真凶，所以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查出真凶。那你想怎么查？这里离沙城和客栈各相距多远？往东距客栈6里，往西距沙城10里。那就是说，这林子是入城的必经之地了。对。这里就是发现血迹和厮杀痕迹的现场。不对，这个现场是人为布置的。什么？小姐，我也有此想法。你发现了什么？既然此处有人厮杀，而血迹喷洒在树叶之上，但是周近树木却无任何断损。不错。而且通常，如果人体被利刃斩杀，它的血液应该是呈喷洒状，而不是片状。这也足以证明这个现场是人为布置的。司马小姐，您的意思是有人故布迷阵？还有，这个血不是人的血，是鸡血和狗血。啊！徐捕头，我还要去趟客栈。去客栈？我要去密查。不过，徐捕头就不方便同行了。这，玉，伙计，开门！啊，姑娘，客房已满，恕不待客。哎，你是不是又要逼本姑娘不淑女啊？不是，姑娘误会了，我不让你们进来，全然是一片好意呀。哼，不让我们进，你就是不怀好意。看来本姑娘的淑女是当不成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知道今天有这么多的好汉，你们先玩，你们先玩啊。小二，来2碗面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来了。奇怪啊，这一夜之间又来这么多人，都是些什么人啊？你身后坐的是聚节堂的，旁边那对夫妻是无双剑派的，我身后独自坐的这个是风衣针。楼梯下那2桌是五虎门和楚天盟。小姐，你眼皮都没有抬就知道这么多啊？进门的时候扫了一眼。既然大家没有异议，那就按说好的规矩办。我五虎门先向聚节堂的好汉讨教一二。废话少说，收拾，见真章吧。这说打就打，什么规矩啊2位的面，可都耐用。哎，伙计，他们都是来干嘛的？最近时常有江湖人来沙城探寻宝藏，厮杀之事常常发生。宝藏？什么宝藏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别多管闲事，吃面。承蒙聚节堂的朋友承让，不知是哪一派的朋友要赐教？无双剑派，请赐教。小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一桌一桌的接着打，他们点到为止，输了就知道后面讨不到便宜，也不会勉强。走。
秦大少爷，如果你不舒服，我们倒也可以不比。暗器伤人，算什么好汉？楚天盟的回旋无影扇。叶子，我们走。哎，小姐，不查了，今天太乱了，明天查。姑娘们先留下，你们闲的没事儿比我玩，和我们有何干系？只想请2位姑娘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，看我和这位臭郎中到底谁输谁赢。我们只是路过，不想惹事，我们走。小姐，我认识你，你是京城的那个……你认错人了，在下司马飞燕。司马飞燕。我刚才已经说过，我们不想惹事，只是路过而已。说出我的身份，对你无益。得罪了。既然都在此处，省了本部四处查找。你等徇私闹事，危害沙城治安，来人，都给我带回衙门。是。这位官爷，我们只是在切磋而已。官爷，我们真的不是在滋事，只是吃饱了喝足了，寻常切磋而已。寻常切磋？是。大人命在下来保护司马小姐。多谢，我还有话要说，请徐捕快先行离开。既然切磋，就给我安分点，规矩点。这客栈还有别的商户，刀枪棍棒的，成何体统？撤！掌柜的，开间房。哎，好嘞。那年在军州，我好像抓过你们楚天盟的人，你就在其中。按理说你应该坐牢啊，怎么出来了？是花钱买的吗？如果你不想回去坐牢的话，接下来我问你什么，你答什么，不许隐瞒，不许欺骗。我想知道，你们说的那个宝藏到底是什么？江湖传言，叶桓国的一笔财宝覆没于流沙之中。曾经有一位天师用天运算出，这流沙7749年一退，城国重现。但时间很短，所以每隔49年，都会有人来寻找这叶桓国的巨额财宝。就为了一个传说，你们就来这儿了？反正我们是铁了心的要来寻宝藏。今年刚好是第49年，再等，那可就下辈子了。好吧，那我还要再问问你，你们住在这儿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宋玉的人？京城口音，体型肥胖，还带着随从。我们是前天才住进来的。听说，宋玉来边城会不会是为了宝藏？也就是江湖人以讹传讹，风浪自仙之说。
飞燕，你可有线索？从伤口上看，确实是江湖人所为。可是官道上的痕迹，却是人为的。如果宋玉不是在官道被带走，我怀疑，第一现场是客栈。那我马上去派人查封客栈，把这几天住过客栈的人都抓起来，重新审问。哎，且慢，宋玉失踪背后必有隐情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他，切不可打草惊蛇。如果让抓他的人发现了，伤了他，那就不好了。那你想如何找到宋玉呢？我打算再去客栈住2天，查查宋玉和他手下人的房间。既然那里是案发现场，那必有凶险呐。有凶险，才会有机会。衙门里啊，早就打过招呼的，只是这间客房的客人还不愿意搬出去，我们只能在他不在的时候给您开门。到了，多谢。声音这么大，外面的侍卫早就冲进来了。从前面的痕迹推断，侍卫根本就没有进过屋。难道侍卫在宋玉被袭前就被杀了？如果侍卫是在之前被杀，那么……来。这情形就应该是这样了。可是到目前为止，除了宋玉以外，其他人的尸体都发现了。而这方圆几里之内，并没有可以藏匿人和尸体的地方。
我能判断，第一现场就是客栈。宋玉如果消失，只可能在客栈。可是，会是谁做的呢？他们会把宋玉藏在哪儿呢？那就这样，我呢，马上派人进行全面搜索。越快越好，时间越久越危险。等你回来。我就说应该让我跟着，这府里的安全有那么多的捕快呢，谁能伤得了吴大人和吴公子啊？非要让我保护。现在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不可以掉以轻心。再说，绑架宋玉的人，说不定为了毁灭证据，会来到府衙行刺。留你在这儿，我也安心些。哦，小姐，你也一宿没睡了，休息会儿吧。不亲，飞燕姐姐，你这2日住在客栈，是不是觉得客栈里有问题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徐捕头说的，他说那间客栈是命案现场，暗藏杀机。我是担心你。飞燕姐姐，这2日我总是想起小时候被你保护的情景。小时候你性格内向，身体孱弱。飞燕姐姐，我虽然从小被你保护，不被别人欺负，但我其实没有你和父亲想的那么孱弱。我并不是说你弱，一个人他身体强壮，武功高强，那是一个人的力量。文以载道，惠泽兴邦，读书人才是天下的根本。我本想考个公务，可惜世道无常，父亲受辱，我难免受到连累。仕途也就没什么希望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你有心，总会有机会的。飞燕姐姐说的极是。古人云：“燕雀安知，鸿鹄之志。”确定是宋玉吗？回大人，看到了胎记。胎记。一路上都没有血迹，到这里才有，那说明这些尸体是被搬运到这儿的。为什么凶手如此残暴，杀人还要分尸？难道是为了隐瞒宋玉的身份？不是，如果为了隐瞒的话，就不可能把尸体停放在这儿，甚至还留下了最有标志性的手臂。那凶手为何要分尸？他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方便搬运。掩人耳目？难道是从城里运出来的？徐捕快，把这些尸体搬回去，仔细拼凑，看看有没有遗漏哪一部分。好。他死前手脚都被挑断了，血脉不循。最致命的刀口是在脖子上，手法极为娴熟，落刀精准。何以见得？一刀致命，不久就流血过多致死。接着说。分尸的时候，每一刀均从关节处切开，从未伤骨。所以呢？所以说，杀手应该是经常用刀之人。不准确，再看。从刀口的切面处来看，凶手应该是左手持刀。左撇子。是尸猪油渍味儿，是屠夫。叶子，你终于开窍了。刀上抹着油渍，就说明这是他惯用的东西，不是信手拿来的。而杀人又需要很大的力气，屠夫确实比厨子
可能性更大一些。飞燕，你是不是也在怀疑，凶手是屠夫中的一人？平叔，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还想再多查一些线索。好吧。那你认为谁的嫌疑最大？暂无定论。下一步你说说看，有何打算呢？试探。哎，吴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一个人忽然被袭击，会武功和不会武功反应截然不一样。假屠夫显然不会武功。哎，老王，喝酒去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哟，忙着呢。哎，老吴，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小姐，这个王屠夫好像也不会武功。不，他会，而且武功很高，善于隐藏自己的本能反应。这个王屠夫，我们要好好查一查。哎，老吴，喝酒去！干嘛打人呢你？不就认错人了吗？这个孙屠夫果然是左撇子。小姐不必在意，要能给查出来，我也算没白挨这一掌。哎，为何我们不马上告诉吴大人？因为我还没有判断到底是王屠夫还是孙屠夫。不都已经试出来了吗？你别忘了，王屠夫他是个高手，说不定他也经常使用左手，而为了嫁祸他人，在行凶的时候，他也用了左手。也是啊。果然是宋玉的，他是戴在腰间上的。那么就可以确定是孙屠夫了，说不定他还参与了客栈杀人。这沙城本来就是个流刑地，释放的犯人在此安居的不少。这个孙屠夫以前有过伤人案底，随即被流放到沙城，后改过自新，提前出狱，在这儿安了家。既然出狱，老婆都娶了，就该好好生活，何必再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呢？只要给够银子，就可以只身犯险了。那会是谁雇佣他呢？何人？一审便知。不行，平叔，现在还不是抓人的最好时机，我们得放长线，钓大鱼。
又是您。城里的酒不如你家的好喝，我来打点酒。那是，我们的酒都是从边界雀场直接送过来的。肉也不错。谢谢姑娘，关照生意。我着急赶时间，帮我打酒吧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见到有人来给你们这儿送牛羊肉，你不是告诉我说你们这儿的肉都是自己宰杀的吗？客人多的时候，也让城里肉铺的人送来些。给您酒。好，谢谢，您忙。慢走。陆剑。嗯。那你如何断定是他的？他的指节发乌，小指完全不着力，是练鬼影四指禅留下的习惯，而这也是三鬼陆剑拿手的功夫。那你追到沙城来，要抓的犯人在客栈，那么巧？这绝不是巧合。陆剑他是四鬼里面最狡猾、最贪婪的一个，跋山涉水而来，一定是来干一笔大买卖。那个客栈果然有大问题。陆剑和孙屠夫背后的人一定不简单。今天晚上我再去趟客栈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。风先生，在下司马飞燕拜见。上次多有得罪了，今天我特意备了薄酒前来道歉。以后我行走江湖，难免还要江湖上的朋友帮衬，特别是风池山庄的，我仰慕已久。风先生，刚死不久。司马飞燕，你竟然杀人！这人不是司马飞燕杀的，还能是谁杀的？就是他杀的，一定是他干的。没想到是这样的人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行了，都安静点儿。刚才你们几个说了半天，那究竟是谁看见司马飞燕行凶杀人了？你们刚才所看到的，正是他第一个出现在现场，而凶手可能刚刚逃逸。来人，把嫌犯和被害人的尸体都带回县衙。是。我不能走，那个幕后黑手肯定还会行动，我岂能坐视他草菅人命啊？那你现在是自身难保啊！我已经在调查孙屠夫了，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。我已经把他老婆给抓了。你这是打草惊蛇啊！我就是要打草惊蛇，逼孙屠夫露出马脚。糟了，他可能要逃。我也猜到了，我已经下令封城了。站住！溜活口！
大人，我要见一下孙屠夫的老婆。这可以，这样也好。大人，孙屠夫的老婆上吊自尽了。啊！飞燕，此案就告一段落了。我要结案。飞燕姐姐，你已经在这里坐了好几个时辰了，你在想什么？不清，平叔在你心目当中算不算个好官？谁？在这个不清明的世道上，做个好官很难很苦。我若是可以左右他，我不希望他做官，好官坏官都不要做。抓贼呀！老夫大人，父亲，这位好汉，在下也是快意堂的朋友。久闻督察院女神部才智超群，不让须眉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还请好汉明示。不清，叶子姑娘，烦请你先出去，带上门。叶子，一会儿你出城帮我送封信。送去哪儿？找谁啊？出了城一直往东，就会有人接应你。吴大人有令，锁城1个月，非官方特函，任何人不许进出。少废话！飞燕，这么晚了，何事啊？平叔，
宋玉来沙城所为何事？我不是早就说过吗？我不知道。宋玉在客栈失踪，而客栈里都是您的人。我想知道，您来沙城是为了什么？当初您得罪杭州知府是真，原本送您去的钱塘，那么好的地方您不去，却四处请人说情，来到这边陲小镇，为什么？好啊，你暗中调查我。我只是把这几天的线索来来去去的想了好几遍，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一个人，那就是你。而且，宋玉是你约他来的沙城。我和他素不相识，我约他，他能来吗？能，因为宝藏。既然我有求于他，那我为什么要杀他呢？因为你深知，孙直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，就算他拿到了宝藏，他也未必会让你加官进爵，而有可能杀你灭口，独吞宝藏。但是，在杀宋玉之前，你要先找到那2张藏宝图，所以你把他抓起来，严刑拷问。只是我的出现打乱了你的计划，因为我查到了太多的线索，使得你的计划不能实施。你不得已杀了宋玉，以免露出马脚。我当个故事听。你为了阻止我调查，不惜在客栈设下血案嫁祸于我，目的只是为了让我走。当然了，你杀他们还有可能是第2个原因，因为你害怕他们住在客栈的时间太长，发现了那2张藏宝图的线索，特别是住在宋玉房间的风衣针。你就像操控提线木偶一样，让徐捕快做了这一切。孙屠夫夫妇也是你收买的杀手之一。孙屠夫他就是分尸宋玉的人。你杀害了孙屠夫夫妇，掩盖了所有的一切。这只能说明，在你约宋玉来之前，那2张图就已经在你手里了，而且你还复制了一份。不愧为御赐神捕，虎父无犬女啊！我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敬你侠骨义胆，他在天之灵会为你感到难过的。飞燕，别费什么心思劝我回头了。如果你不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那半张图，你也不会瞎扯什么那个藏宝图。所以，这张图就一定在你手里。大人，你是想把他支走，然后一个人来向我要个交代，挺仗义呀！啊！把那半张图给我，我饶你一命。平叔，切莫执迷，想想不清。那半张图不给我，好，那我给你。在这荒漠之上，风沙一起，地势也是1日3变。这张图
就是我要花时间来琢磨。哼，虽然我不懂什么五行之法，但你，就是最好的带路人。所以呢，在孙直来之前，找到宝藏，送我们出关，还是送我们去鬼门关，然后把宋玉的死嫁祸在我身上，好给孙直一个交代。公子，让我进去。父亲，我不会让你伤害飞燕姐姐的。我们现在是父子难保，你还想英雄救美？来人，在，把他押下去。是，公子，飞燕姐姐，我会救你的。飞燕姐姐，相信我。飞燕姐姐，我会去救你的，你要相信我。明日就是天运的49年叶桓国的再现之日。如果找不到宝藏，你们两个就得命陷黄沙。五行罗盘，3盘3阵，地盘用于立象，人盘用于消杀，天盘用于纳水。这张图上所示，叶桓国所在，完全违背天地人，阴阳不结穴，两仪不交融，乃大凶之地。难怪国运不过甲子。宝藏若真要私入囊中，也是大凶之灾。叶桓国的旧址就在这儿了。好，都给我听好了，对着这个方向，给我一直挖下去。老爷，发现洞口。我严防死守，不许任何人出入。评书，别说了，事到如今，我没有退路。走，前面带路。评书，这里是险地，不值得。我如果不成功，那薄青他也会死。走。评书，一开始我就猜错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杀死宋玉的人不是你。当然是我了。不，你一心想升官发财，就算孙直想杀你灭口，你也不会这么干，因为你们之前就说好了。只不过杀宋玉的人，不仅收买了你安插在客栈的人，还收买了徐捕快，所以使得你的计划没有按你的预料执行。哼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。宋玉失踪之后，你确实慌了。所以你才设计让我帮你，只不过当你知道杀宋玉的人是他以后，你不惜毁灭一切证据，包括对付我。你现在所做的一切跟宝藏、跟升官发财没有一点的关系，仅仅是为了保护他。不是这样的，这
仅仅是你个人的凭空猜测。走，走。这什么地方？不清。爹，我跟你说过，这件事我不让你插手。父亲，别生气，我们是父子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！够了！你应该相信我的。飞燕姐姐，我说过，我可以保护你们的，只要拿到宝藏，我们想去哪儿都可以。我们可以去关外建立一个小国家，我做皇帝，你就是我的皇后。闭嘴！气死我了！父亲，您还是看不透，官场步步维艰，世道浑浑噩噩，何必再委屈自己呢？傻孩子，你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吗？你这是卖国呀！这样的国家不值得我忠诚。吴公子，客栈的人都已经被我们收买或替换，确保我们的计划万无一失。宋玉已经死了，等到叶桓国出现，我们就可以去拿宝藏了。我们大王一定会助你成为一国之君，希望你得偿所愿。那是自然，将来我西吴国一定是你们进攻大明最忠实的粮草库跟情报站。飞燕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交给孙直的。不过，我们确实需要一点时间，来成就我们的王国。不亲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我还是你的飞燕姐姐，我会陪你去州府自首的。飞燕姐姐，我什么事都可以依你，但是这件事不行。评叔，不亲，我在官场多年，经历各种险阻，都能安然脱身。一个小小的沙城根本不在我的眼里。我之所以会让你们用叶子来要挟我，只是希望多争取一些时间，让你们回头。看来我的苦心是白费了。别说了，现在我已经不能回头了。可是叶子的命还是在你的手里。没错，叶子是在我手里，只不过在我们出沙场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安然脱险了。什么？我是让刺杀你的江湖朋友帮的忙。哼，那也没关系，你还在我的手里，这宝藏也还在里面。走，找去。走。
难道这里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内心的欲望给扩大了？或者是说，我自己没有欲望，所以我看不到这种幻觉？叶明主，叶明主，金条，金条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！我的宝座！平叔，平叔，你醒醒，快醒醒啊！平叔，你醒醒啊！留下来吧，一会儿我马上就要消失了。留下！留下来！快走，留下来！我们走！我的一辈子被人杀成！父亲！平叔！父亲！平叔！孩子，是我错了，是我让你一步步低谈神仙，你潘天清还可以回头跟飞燕一块儿走，把这一切给忘了。平叔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带过清走的。谢谢。
到我家小姐了吗？没有。店家，店家，你看见我家小姐了吗？是。没有看见。 陆剑，原来是你！哼，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各位，叶环国的宝藏那只是个传说，大家不用再找了。不过今天我倒是有个实惠要给你们，就看你们想不想要。这个人是朝廷缉拿的要犯，我已经通知督察院的总捕头杨小楼前来拿人。你们要是把他交给他， 这个人情可不小啊！又反了，司马姑娘，交给在下如何？好。多谢壮士相助。不必客气，我只是有一事不明，你完全可以抽身离开，却为何要冒此凶险呢？因为我想给他们父子二人一个机会。 只不过最终，理智还是没能战胜欲望，所以我也无能为力了。唉，可惜啊，这宝藏就是一堆没有用的纸。不，如果叶环国的子民想要复国，靠的绝对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你嘴里所说的这些纸。下一步你们打算去哪儿啊？孙直的人一定会严守城关，想要出去谈何容易啊！就算你们侥幸脱身，他们的人一定会紧追不舍。我不走了。既然他不想放过我。 那我就留下来，给他添堵。好，快一堂永远是司马姑娘的朋友。多谢，保重。保重。